在我身旁呢，就是全新的 Honda City。我大概在半年前的时候，已经有制作过一支专门讲解 Honda City 不同 spec 之间的 specification， 像 1.5E、1.5V 还有 1.5RS。所以这辆车子跟那个最顶配的 Honda City 的价格相差了19千，大概接近2万块这样子。所以它的官方售价是89,800块，可是因为现在还是 SSD 税务假期，所以它的售价只要87千以下。所以今天这期主要是 focus 在我自己对它的驾驶体验、乘坐体验还有使用的一些心得。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也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美和丑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来的，所以当一个人觉得一辆车子美的时候，它就是美；他觉得它丑的时候，不管你怎样解释、怎样形容，他觉得丑就是丑，冇得傾。所以你问我这个 Honda City 美不美呢？我觉得车头来讲是美的，因为它就越来越像 Honda 的家族式设计了。所以这辆 City 长得像 Accord， 长得像 Civic 也是合理的，因为小弟就是要向大哥看齐。然后我身旁这个是 1.5V 版本，然后它这个是 Pearl White 这样子，所以这是珍珠白。太阳晒下去过后就很 atas 的感觉它有几个 layer 啦，感觉啦。虽然这个不是改款版啊，它是全新一代的 Honda City， 可是除了 1.5E HEV 之外，其余的版本他们都是采用跟上一代非常相似的 1.5L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再搭配 CVT 无段式变速箱。所以这辆车子现在它有119个 horsepower 或者121 PS， 还有140 Nm。所以如果你再给多19千，给多2万块，你就可以拿到有253 Nm 的 Honda City RS。所以一个 B segment sedan 给到这样子的引擎，这样子的动力数据是一个相当传统、相当保守的动力。所以目前来讲，在泰国就已经没有这具引擎了，因为泰国卖的是 City Turbo， 就是 1.0L 3 cylinder turbo 引擎的。所以马来西亚目前来说，这个 Toyota Vios 也是用 1.5L 的自然进气，只有 Nissan Almera 率先走入 1.0 3 cylinder turbo。所以不知道未来Honda Malaysia会不会引进这个 1.0L turbo 版本。可是就马来西亚消费者的这个习惯、消费者的这个思维来说，大家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很新的东西，他们还是倾向于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我觉得目前在马来西亚很少有车厂可以比 Honda Malaysia 更懂得市场营销，因为 Honda City 在过去的就是2014年推出的上一代 Honda City， 在那5年里面都是马来西亚的 King of B segment， I mean 就销量啦。所以怎样的东西会让消费者要掏出钱购买 Honda Malaysia 比谁都清楚。所以你可能觉得它很保守，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新鲜，它可以卖，你吹咩？好买。在新车发布会上面 ，Honda Malaysia 特别跟我们说明了这个全新的 Honda City， 它的车子加长了，宽度加宽了，车顶降低了。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 B segment sedan 的尺寸就更加的接近像 Civic 这样子的 C segment sedan。再来，设计师来告诉我们，它的腰线这边是从车头一直贯穿到车尾，就滴滴安尼宽轨安尼宽的。所以滴滴轨就让它车子看起来更加的苗条，更加的修长，更加的 slim fit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侧边你还有一个东西你会注意到的，就是它用的是16寸的轮圈。不过一般上我们讲16寸，可能你们觉得它是205、195，没有，它是185、55、216的这个轮胎。所以 overall 来讲，从侧边你是不太能够看得出这个是全新的 City 的啦。哎呀，我刚才忘记讲这个89,800块的 1.5V 呢，它的后面还是用 drum brake。所以你一定要买到最 high spec 的那个 1.5RS， 你才可以拿到4个 disc brake。美和丑是很主观的东西 ，I have to repeat，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 Honda City 的车尾是比上一代还要来得好看的。我不管你怎样讲它，你讲它像248千的 G20 320i 的车尾灯也好，你讲它像这个、像那个、像什么都好，它就是比上一代的来得好看。当然，我们都知道 Honda City 在马来西亚这5年、这6年、这7年之所以会成为 King of B segment。最大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行李箱空间是超级无敌大，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说行李箱空间大的 sedan， 第一你都会想到 Beza， 再来就是 City 啊，因为一个是 A segment sedan， 一个是 B segment sedan， 它们都很大，所以它到底有多大，我们就来看一下 Power Tailgate， 你就想哦。Honda Malaysia 说这个 Honda City 的行李箱空间有519公升，是同级 B segment 当中最大的。所以就高我就放入这个32寸 XL 级，
这个 luggage 断掉了哦。所以就高我就放入我这个32寸 XL 级蓝色大 luggage。OK。所以你觉得放过去它还没有味了吗？还有，我再放入2个粗勒的这个行李箱。OK。这2个都是 cabin size luggage 啊，就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啦。OK， 所以如果大家对途乐的行李箱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用我以下这个 10% 的 voucher。discount voucher， 你就可以买得到途乐的东西，会有扣 10% 啊。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行李箱空间还不够的话，这边还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这是40，这个是60，right？哇，这个门板这边也是白色的 Ivory White 象牙白。那本来 Honda Malaysia 是有出整个都是 Ivory White 象牙白的 Honda HR-V， 可是销量不好，他们就变回黑色，然后再给一个 brown color。所以马来西亚人就是这种款的啦，就是白不能够接受除了黑色以外的东西，怕肮脏啦、给它拉伤啦、这些啊那些。Right，so 我在介绍 Mazda 6的那一支影片，我有说到 Honda 是一个市场导向的品牌，就市场要什么，消费者要什么 ，Honda 就给什么。消费者要 CD 的后排大 ，Honda 就给它大、很大、更大、再大。这个 CD 的后面真的是就像他们讲的，它已经是接近 C segment 的等级了。但是 C segment 毕竟 CD 不能够长过 Civic 嘛，不然 Civic 怎样卖呢？对不对？所以要怎样在车子加长，可是又不要加到太长的情况下，让后排的乘客有更辽阔的视野，有更宽阔的空间，就从这个椅子下手。所以后面这边你看到它是凹进去了的。所以就变成你的膝盖这边有更多的空间。除此之外，它的这个 headrest 啊，它很可怜，它很像那个 Aquaman 里面的 Black Manta 的头这样子 ，you know， 或者像白加西丹这样啦。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呢，它整个是 slope 下来这样子，变成你后排乘客更容易看到前面的挡风玻璃。然后后面因为这个是 1.5V， 它是皮革座椅，如果你买到最大那个105千的 1.5L RS， 就有那种类似好像奥坎塔的那种红色的缝线啊，因为那个是 RS 嘛，所以 1.5V 其实已经不错了。在它后面就是有这个冷气出风口，而且地板非常的平，几乎是 flat 了的啦。所以大到没有朋友那种，又有冷气出风口，下面又有这个2个12V 的 socket。它虽然没有给你 USB port 啦，可是你自己喜欢多块的 socket， 你自己喜欢啊。再来这边有给你这个中央扶手，还有2个杯架。然后因为它虽然后面是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所以 OK， 你必须要去到很后面才可以拉，我该预先拉好了。所以你必须要 make sure 你东西弄好了，你才关掉它，不然呢，受造过后冇停搭。我每次要上车，我就很习惯的按这个 button， 因为很多车子的 start stop button 是在左边的，可是 Honda Malaysia 左边这个是给你来调整荧幕的亮度的，所以它是在右边的啊。OK， 蚊子太多了，关开大一点。So 这辆车子就它用的还是一样是这个 Hiwasen 最爱的 handbrake， 然后你要买到这个 1.5L RS 版本，它才给你这个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OK， so 这个 Honda City 呢，你可能在它的车头、车侧分辨不出这个到底是新款还是旧款，可是你一坐进来，它完全跟上一代是焕然一新，改头换面、洗心革面，完全不同的东西啊。质感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用了很多的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然后这边有 Ivory White 象牙白皮革包裹的中控台，再加上白色的 stitching， 这是金价价 100% 的缝线。再来这个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荧幕了，因为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已经不是什么好出奇的事情了。尼桑 Almera 有 Apple CarPlay，Toyota Vios 也有 ，Mazda 早就有了。So 它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呢，第一，不是电视机；第二，它这个荧幕不是亮面的，它是 matte 这样子的，所以在马来西亚阳光很强照射底下，你还是能够看得到它。这个就比上一代的 Honda City 好很多，因为那个是太阳一大，你是看不诶。不过那时候你也不需要看它啦，那个只有 FM 啊，你看来这么。现在这个才重要，因为你要看 Google Map， 你要看 Waze， 你要看 Spotify， 你要用很多 Android Auto 的东西啦。第二个就是呢，因为 Honda Malaysia 有一度是要放弃掉按钮了，就全部要 touchscreen 了。可是经过消费者的 complaint， 还有消费者的意见，他们就把按钮放回来了。因为我觉得人始终还是要摸东西，还是要触摸的。所以除了按钮之外，冷气这边也一样是有按钮，而不是那种 touchscreen 的啦。所以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它看起来、它摸起来没有这么阿达斯。虽然它的声音听起来不阿达斯，不过它很实在，而且你不用去猜我到底按了没有，
它非常清脆，清脆到我一直想跟它玩。乐此不疲啊！哦，再来第二个我喜欢这辆车子的是它的方向盘啊，其实它跟 Honda Accord 最新的 Honda Accord 蛮像的啦，就像我讲的。这样子厚度的方向盘就跟 BMW 的 M Sport Steering 非常的像，所以我的手掌比较大，我喜欢抓比较厚、比较带落的方向盘。然后它这边有 Pedal Shift， 然后它有 Cruise Control， 但它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你要买到最 High Spec 105千的才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仪表板就不特别啦，就是普通的实体仪表板，中间有一个小块的 TFT 显示屏。你一样要买到最贵的 Honda City 才有彩色的显示屏。然后这边有 Econ Mode， 然后它的 Sport Mode 是在牙箱这边的 D 下面的 S， 而不是像 Toyota View 这样子有一个独立的 button 去给你按。再来它是 Auto LED 的 Headlamp， 不过不是 Auto High Beam 嘛，所以这边一样有这个给你去调节你的灯光要照高照低这样子。我知道很多观众其实是比较想看那一个1.5 L 的 eHEV， 也就是有2个马达的 Hybrid 版本。可是目前我手上只能够拿到这个 1.5 V 的自然进气引擎版本，所以就动力数据方面是119 horsepower 跟145 Nm， 就感觉上跟上一代的没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就我这几天驾下来，我发现其实即便是相同的引擎啊，这整辆车子我不可以讲它是脱胎换骨啦，不过至少你会 feel 到它有20到30% 的不同 which 是好的不同啦。像是比如说讲这辆车子，我觉得它最大的升级就是它的隔音做得很好，在它的 engine cover 下面它用了这个 sound insulation， 就是做了一些隔音的东西。然后再来这个车子的里面也用了这个叫spray polyurethane foam， 就是中文叫聚氨酯的隔音材质，它其实就是一个泡沫这样子的，你像保丽龙这样子的 foam 啦。所以这个 foam 在我之前介绍 Nissan Almera 的时候也是有介绍到。除此之外，这个第5代的 Honda City 啊，它车子的整个low friction， 就是说它的前面的那个 suspension， 它让它降低它的震动感。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整辆车子跟上一代最脱胎换骨的东西就是它的 suspension，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舒服。所以除了它的悬挂更加的舒服，隔音更加的好，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啦，像它这个可以模拟7速的 CVT 变速箱，我个人对它在低速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满意，因为当你的右脚板在 brake pedal 跟 throttle pedal 那边，就油门跟刹车踏板徘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它的起承转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 lag 底这样，然后而且如果你是走20、30、40的这个速度呢，你会发现到它有一个噪音是就是蛮大声一下。所以我现在开着 Econ Mode， 把 Econ Mode 关掉 ，OK， 读取 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直路加速表现是怎样。3、2、1 Go。哇，刚才这每一下都是去到接近7000转，那6800、6900 RPM 这样子，它才换牙，这样子的声音。这个很 typical 的 NA 加 CVT 就是会有给你这样子的 feel。我还是要讲它的 suspension 真的是很好，很稳那一种。它虽然不是什么锚地令啊，它后面还是一样是 torsion beam， 可是它给到你 confidence， 我觉得这个是比上一代的 CD 好很多，进步很多。就是在柔的时候，它又给你 stable， 因为有些车子软到一个时候你会软趴趴，你会很怕的。把这个 CD 没有，它软到来给你一种 Honda Accord 的感觉，给你一种 Toyota Camry 那种大车的 feel，which is 一个 B segment 可以给到你，可以让你想起 D segment，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件蛮成功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撇开engine gearbox 这些比较 boring 的东西，我们就整个 visualize 的东西，我觉得是算是赏心悦目的啦，就是因为你眼睛里面你感受到的塑料感是降低了的，然后有 Piano Black， 然后有 Ivory White 的象牙白的配色，
再来，其实我刚才忘记讲，这辆车子是有8个 speaker 的。再来，它有退车镜头 ，but 它没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所以目前同级别的没有记错是 Toyota Vios 就有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就像我前面讲的啊，它虽然是用16寸的打压，不过它的16寸不是20545R16，它是18555R16，所以它只是 rim 大罢了，它并不阔的，你知道吗？它还是185。所以185有一坏没有两坏咯。我前面讲了，因为185的坏处就是它，然后小车就是打压越窄嘛，打压越窄就是你在很快速度的 corner 的时候你会不稳，然后甚至可能路面滑的时候你可能抓地不是抓到这么稳这样子。可是它没有这样，它的好处就是因为轮胎小嘛，185你都知道轮胎其实185、195跟205价钱差很远下的，所以你换打压的时候没有那么伤咯。再来185的好处就是这样讲有点奇怪啦吧，因为其实轮胎接触路面的面积越大，噪音就相对的大，除非你打压是比较晶莹的轮胎啦。所以换句话讲，185的轮胎接触路面的时候，它的路噪声传到车厢里面，它也比较不会这么嘎叫你，就是不会给你不会很扰人的感觉啦。OK，so 这个 CD 大致上的东西就是，怎么讲？它不是一碗泡菜拉面，还是它不是一个sushi wasabi 这样子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有煎面馆那种面这样子，一种清汤面这样子。我们看它的高速啊，其实有时候 NA 还是有它的味道的，它不见得很香啦吧，它有它的味道。有时候高转让你感觉你还活着 ，I'm still alive。OK， 我现在尝试走到一个高速，我现在走着100、120这样，真的，它的隔音真的是你会 feel 到比上一代的 Honda CD 好。再快一点啊！我懂你们没有再这样慢的了。不能讲，你一到150、160啊，这个185你就 feel 到了，哇，狗样这样，整个 body roll 来了。所以 overall 来讲，它不是一个很 sporty 的 B segment sedan， 它是一个舒舒服服，一个让你没有这么多烦恼，就是踩油就走了的。你其实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你从我的表情上面你是看不到任何的 exciting， 任何的刺激，任何的热爱，任何的什么，我就是好像上班打卡试驾车，然后跟你们分享这样子吧，他就是给我这样子的 feel。然后就它的整个造型上面给到你的感觉就是说，上一代的 Honda CD 就好像太大声了。上一代的 Honda CD 就好像一个穿着 T 恤、穿着短裤、穿着球鞋的人在跟你讲话。那这一代的 Honda CD 就像同一个人，可是他换上了皮衣，他换上了 jeans， 他穿上了可能是 Timberland 的鞋子。你会比较想跟那个打扮的人交谈，想要跟他讲话，对他比较感兴趣，多过跟一个穿拖鞋短裤的人交谈。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他就是一个装扮比较好，然后更加的阿达斯啦。我很少用到阿达斯这辆车，因为他又还没有到那边，可是他又不包啊，他又不 cheap 这样子。讲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挑剔它。可是如果你要货比3家，你可能拿 Vios， 可能拿 Almera， 或者可能拿同级别不过是 SUV 的 XC 来比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一辆 Honda CD 呢，在89,800块的这个 1.5V 呢，现在可能便宜一点啊，86、87这样子。它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它没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它也没有 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俗称 AEB 的系统。所以整体上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它只给你 Honda Lane Watch。那 Honda Lane Watch 就是一个透过就是你在打左边行人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显示左边的东西，就是一个盲点侦测镜头，而不是盲点警示系统。你用过你就知道它的分别了，它有它的好 ，blind spot 有 blind spot 的好。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就是我们是右驾版本嘛，那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那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你的右眼会比你的左眼来的 sensitive 来的 strong， 所以其实你的右眼能够看到这边，能够看到这边是对面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相反之，你的左眼就比较 weak， 你的左眼就比较没有那么 sensitive， 所以这个 Honda Land Rover 就能够弥补掉你左眼没有这么 strong 的这个东西。那当然它没有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就你最好是每次都是以屁股进啦，你 parking 的时候你不要头进啦，不然你屁股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是买 Vios 还是买 Almera 就给到你这个东西咯。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 Honda Malaysia 不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你去买 1.5L RS 的 e:HEV Atas 版 Honda City， 所以真的是抽到完不要给你，就是你就去买那个最 Atas 的，还给你 Adaptive Cruise Control。So 我不知道多少个人会在乎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可是就是消费者，你货比三家，你去比一比咯。如果到最后你还是买 CD， 还是你已经买了 CD， 你就加就好咯。我忘记退回去理了，算你多下。OK，and 3、2、1，看。OK，Honda City 的 Aircon 很冷，即便是最不冷，它还是很冷。OK， 首先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City 1.5V 呢，它的里面的整个内饰设计，你完全找不到上一代 Honda City 的一些蛛丝马迹蛛丝马迹，蛛丝马迹啦，走开啦！我们不要管它啊，你们不介意的啊，有蚊子飞去。因为完全是怎么样焕然一新，改头换面了的。首先质感方面，我觉得就是，首先质感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再来什么？再来 Toyota Vios 有 Apple CarPlay 跟，哇，很 annoying 哦，这个蚊子。它又飞去我的 lens 那边哦！哎呀，不会看，不管天崩地裂，我都不要看了。我们听看它开关门的声音，是不错的。上车之前要拉这个 Highway Sense Favorite Hand， 哇，老喂那个蚊子哦！它的后面还是用 Drum Black， 我要讲什么 Drum Black Rack。第二个就是后排有冷气出风口，所以这个我要讲什么啊？看一个车款可以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市场取得这么空前的成功，你知道越热哦，你越想不到东西讲啊。OK， 这个白色反射 ，cooling down，I can make it。